上一期中说到，索隆终于得到了传说之道炎魔，路飞也掌握流鹰，而赤小九侠除了猫富士老大和神秘人传次郎之外，其余人也已经聚齐，大家各自分开向集合之地长鹰港赶去。另一边，将军大蛇通过自己安插在反叛军中的间谍，掌握了反叛军的一举一动，同时也知晓了警卫们等人将要在长鹰港集合，剧情越来越有看头。时间来到更远之前，早在德雷斯罗萨的时候，当海军本部大将藤虎看到被世界政府庇佑的海贼多弗拉明戈仗着七武海的名号欺压人民，为所欲为，他就立志一定要废除七武海制度。世界会议期间，藤虎来到圣地玛丽乔亚，向各国君王递交了自己的这一申请。世界会议是由加盟世界政府的170多个国家中的50个代表国的国王们聚在一起召开的4年1度的大会议。此次会议和往届一样，最终以混乱收尾。各个国家的国王已经踏上归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通，某种层面来说，就和人与人之间交往是一样的，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得头破血流。这一点，康普和尼普顿看得十分透彻。也正是因为如此，世界会议上的提议很少有达成共识的时候。这也难怪，经济、技术、宗教，所有的这些差异，让国与国之间永远都无法平起平坐。只要大家坐在圆桌前开始讨论，大战就一触即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没那么容易解决的，根深蒂固的矛盾能牵扯到几十年、几百年前的历史。这次世界会议虽然也是不欢而散，不过有一件事，各国的君王却出奇的一致，最终达成共识，几乎全票通过。这个提议就是废除七武海制度。王下七武海是7名世界政府承认的海贼，世界政府会保护他们肆意的掠夺，同时他们也作为世界政府的爪牙存在。当世界政府需要有人出面以非法的手段压制那些闹事的海贼时，王下七武海的作用就显露出来了。在动荡的时代之下，王下七武海也曾几经改变其形式，成员如同大浪淘沙一样来了去，去了又来。现任的王下七武海又被称为世界最强剑士的鹰眼米霍克、海贼女帝波雅汉库克、海贼速递公司的大老板小丑巴基、自称白胡子2世的爱德华布威尔，以及已经成为天龙人的奴隶而一直没有被除名的暴君熊。被时代浪潮更迭下去的原七武海有克勒克达尔，曾经在沙漠之国阿拉巴斯坦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最后遇到了充钱玩家草帽团，遭遇了自己掠夺事业的滑铁卢，继而从七武海的行列中被除名。取代克洛克达尔坐上七武海之位的是黑胡子马歇尔蒂蒂奇。然而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是奔着七武海的位置去的。蒂奇有更大的野心，就是取代白胡子成为4皇。得到真正果实能力的黑胡子在顶上战争亲口宣布脱离七武海。在顶上战争上反对海军的七武海还有鱼人族海峡慎平，因为不满海军密谋陷害艾斯和白胡子，慎平也宣布脱离七武海之列。曾经让草帽团一度陷入苦战的僵尸之王月光莫利亚同样被召到了顶上战争。他没有反对海军，但是世界政府却早就看他不顺眼。顶上战争一结束，世界政府就暗暗向多弗拉明戈下令除掉莫利亚。莫利亚从顶上战争捡回一命，却从七武海中被正式除名。德雷斯罗萨国王多弗拉明戈表面上在德雷斯罗萨作威作福，暗地里却在搞着人工恶魔果实 Smell 的黑市交易。和老沙一样，本来已经做到方圆百里无敌手，却不幸的遇上了主角光环加成的草帽一伙，直接被打下了王位，并且从七武海中被除名。接下来被剥夺称号是死亡外科医生罗。为了干掉多弗拉明戈，罗直接找到草帽路飞联手，被剥夺了七武海的名号。与七武海一起制衡这片大海的是君临新世界的4皇，以及时时提防他们的海军本部。七武海与海军、4皇3大势力互相制约，平衡着这个世界的规则。此次世界会议，曾经饱受七武海之苦的阿拉巴斯国王以及德雷斯罗萨国王一同站起来，为废除七武海制度而挺身。在世界会议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两人得到了现场绝大多数的支持，废除七武海的决议顺利通过。七武海制度得到废除，七武海成员所享受的一切特权自动取消。本来就是海贼身份的他们，自动被列为重大通缉犯，由海军出动重兵，分别前往缉拿。海军分批围剿躲在新世界各地的七武海。新世界某岛，自称白胡子2世的爱德华·威布尔与他的妈妈一起被大批海军包围，岛上一片火海。海军们举起防爆盾和重武器，如临大敌。
维布尔表示慌的一批，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妈妈，这个刁蛮的老太婆强硬又蛮横，指着海军群大吼一声：海军已经不是我们的伙伴了，给我杀了他们！妈宝男维布尔对妈妈的话言听计从，挥动手中的盗版制刀，杀气全开。克拉伊加纳岛西斯凯阿尔王国遗址，数十艘军舰拉响警报，向鹰眼的老巢攻了过来。海军们不知死活，向岛上喊话，立即投降鹰眼米霍克。叫鹰眼投降的这位海军，我愿称你为最强，是鹰眼提不动刀了，还是你飘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佩罗娜和鹰眼说要离开这个岛的时候，鹰眼手捧着报纸，告诉佩罗娜，现在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当时鹰眼从报纸上得知世界会议开始，应该已经预测到了七武海制度将会被废除，克拉伊哈纳岛将会成为战场。面对将整个岛屿包围的海军，鹰眼淡定地戴上帽子，提起大刀叶，双眼露出猎食者一样的光芒，嘴角微微上扬。真是久违了，这种期待又刺激的感觉又回到了被追捕的身份。不知道那些军舰够我砍几刀。女儿国亚马逊百合，则婆婆慌的一批。首先那些女人们看到海军的军舰进入女儿国的海域，更是慌的一批。蛇姬不愧为一国之王，海贼王中最美貌最霸气的女人，不仅丝毫不慌，反而出奇的平静。她翘起修长的白腿，坐在座位上，霸气四射。不要慌，海军他们可能忘记了，妾身们之所以成为王下七武海，是因为我们很强大。而巴基真的慌了，你们他妈闹呢？每个人都强得像怪物一样，把我置于什么地位了？海军这些肮脏下流的小人，利用完就把我们像垃圾一样给扔了，我的人生计划一团糟啊！巴基本来就是借着一系列开挂的机会登上了七武海之位，利用身份的便利，大方的经营起了海贼速递公司，向外租赁海贼，闷声发大财。本以为权力、地位、金钱都有了，没想到海军居然会将七武海制度废除。说到底，都是克洛克达尔和多弗朗明哥那两个傻叉搞的事情，让七武海这个团体成为众矢之的。现在巴基的心中只有两个字想说：妈的！小弟们紧张地问道：老大，我们该怎么办？要逃命吗？巴基拍案而起：逃命？开什么玩笑？当然是要大干一场了！小弟们，让我看看你们的骨气！巴基的手下们看到平时怂的一批的老大居然如此硬气，瞬间热血沸腾，齐声欢呼巴基的大名。巴基微微一笑：玩命这种事情就交给你们这些强者了，我就趁此机会脚底抹油溜了。在捉拿七武海的海军队伍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需要着重介绍一下，他就是路飞的小老弟，海军中校科比。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胆量，居然跟随海军大部队赶往女儿岛亚马逊百合，捉拿海贼女帝波雅汉库克。在海军的军舰上，科比与某个和这国大佬正在进行秘密通话，此人正是之前一直有种种怪异行为的凌空六子之一的德雷克。原来德雷克的真实身份是海军总部机密特殊部队 SMOG 队长，而科比则是 SMOG 的成员，隶属德雷克的部下。科比与德雷克利用加密线路交换了情报，德雷克告诉科比，和之国风云突变，本来水火不容的大马和凯多达成海贼同盟，加上七武海制度废除，全世界的格局再一次要发生巨变。除此之外，在和之国还发现了世界政府谍报组织 CP0 的身影，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被海贼支配的国家正在和世界政府做某些交易。科比听后表示牛逼，但是你这个情报没有我这个劲爆。德雷克表示怀疑有多劲爆。科比说道，世界会议期间，革命军总参谋长萨博带着4位军长对天龙人发起进攻，结果惨败，4位军长全部失联。官方情报，革命军萨博当场死亡。世界会议后，全世界的爆炸新闻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些新闻之中，革命军总参谋长战死无疑是最夺人眼球的一个。世界经济报报社新闻机摩根斯兴奋地飞起，有人死了，这种新闻总是可能大卖。毫无疑问，萨博战死这条新闻要占据头版头条。世界政府的谍报组织伪装成报社员工接近摩根斯，打算威逼利诱，逼摩根斯将这件事压下去，以免惹来革命军的疯狂报复。摩根斯撕了世界政府送来的支票，一拳 KO 了谍报人员。虽然我是守财奴，但我同时也是一名记者，报纸上要刊登什么由我来决定。摩根斯当即下令全社搬家，员工赶过来向摩根斯汇报，此古王国的瓦布尔国王来电，说是有重要情报提供。摩根斯一惊，传瓦布尔。第二天，世界经济报的报纸传遍了整个世界，萨博死亡的消息也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革命军总部、风车镇、戈亚王国国王斯特利纷纷得到了消息。从龙的反应来看，萨博的事情他们并不知晓。由此可知，这并不是革命军的计策。世界会议期间，革命军与天龙人的冲突确实发生了意外，但是萨博死亡这件事绝对不会是真，否则尾田也不能费尽心思安排萨博吃下烧烧果实。
虽然不知真假，但是这件事足以让萨博的同僚和风车镇的那些老乡们陷入忧伤。只是消息封闭的和之国暂时还不知道这件事，否则路飞一定又会奋不顾身地离开和之国，赶去马里乔亚大闹一番。海军总部新马里凡多，海军元帅赤犬的头都大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他是反对废除七武海制度的，但是他不能推翻世界会议的决定，所以也只能执行了。从赤犬和海军的角度来说，不管七武海怎么烧杀掠夺、欺压百姓，都和他们无关。他们要的是七武海这支强大的战斗力。有了七武海的存在，海军和世界政府无疑多了一把尖刀，想捅哪里捅哪里。现在七武海成敌人了，海军同时多了好几个劲敌。另一方面，如果革命军总参谋长萨博战死，革命军的报复也将会来到，海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情况。更惨的是，在遥远的和之国，四皇大妈和四皇凯多也达成同盟，这下子海军又要面临两个四皇产生的威胁。赤犬摇摇头，莫非作者故意在玩我？赤犬抬起头，45度角仰望新马林凡多的天空，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天空飘来4个大字：天灭海军。凯多和大妈多年来水火不容，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会联手？海军的侦探团队进行了简单的分析，首先排除了两人间的爱恨情仇和复杂的情感纠结，能将这两个四皇连在一起，唯一的关键词就是洛克斯海贼团。之前的剧情介绍里曾经说过，卡普之所以被称为海军英雄，并非是他和海贼团罗杰间的多年的斗争，而是因为卡普曾经对抗过强大的洛克斯海贼团。关于洛克斯海贼团的情报少之又少，目前唯一知道的就是白胡子、凯多、大妈以及金狮的史记曾经都是洛克斯海贼团的人。很久以前，在海贼岛蜂巢，为了某个赚钱的机会，一群海贼组成了一个个性集团，即洛克斯海贼团。与其称为海贼团，不如叫他们恐怖组织更为合适。野心庞大的洛克斯不仅仅是想要称霸大海，还想称霸世界。于是率领着这一帮残暴的手下，对世界政府动了手，差一点就推翻了天龙人。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让洛克斯海贼团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海军本部中将卡普联手当时的大海贼罗杰，在神之谷与洛克斯海贼团进行生死搏杀。世界最强海贼团洛克斯海贼团就此覆灭，成为传说。卡普也因此被称为海军英雄，而罗杰则代替洛克斯成为新一代的海上霸主，最后成为海贼王。不过这件事卡普一直都不想提，一个原因是他身为海军与海贼联手，这件事他不想让人知道。另一个原因是这次战斗导致的结果是保护了天龙人和他们的奴隶，这是让卡普最为不耻的事情。在卡普的三观中，天龙人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渣。他拒绝做上海军大将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海军大将是天龙人的直属部下，这是让卡普最不能接受的。洛克斯作为当时最强的海贼，不仅多次触犯世界政府的禁忌，最重要的是他的全名是洛克斯 ·D· 吉贝克，名字中带有 D， 因此世界政府竭力地抹除了所有关于洛克斯神之谷的相关事件的历史证据。洛克斯这个人物以及神之谷事件，现在只存在于老一辈海军海贼的记忆中。如今的凯多和大妈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比当年两人在一个海贼团的时候更强悍。如果两人真的达成同盟，世界上最可怕、最恶劣的海贼团就要诞生了。目前四皇的悬赏金公开如下：四皇大妈的悬赏金为43亿8800万贝利，四皇凯多的悬赏金为46亿1110万贝利。除此之外，1年前的新晋四皇黑胡子的悬赏金为22亿4760万贝利，以及四皇中最年轻、面子最大的男人四皇红发的悬赏金为40亿4890万贝利。作为参考，传说级男人们的悬赏金同时也被公布。首先是前任四皇，被称为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爱德华纽盖特，悬赏金50亿4600万贝利。永远的传说海贼王戈尔蒂罗杰，悬赏金55亿6480万贝利。目前海贼史上还没有能超过这两人的悬赏金。不过一旦大妈和凯多达成联盟，二人的总悬赏金相当之高，可想而知威胁之大。海军元帅赤犬反对出兵和之国，和之国是世界政府的未加盟国，而且海军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参与和之国的战争。前任海军元帅战国摇摇头，红狗要怎么搞不关我的事儿，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和之国可是诞生过一个被白胡子、罗杰、红发同时青睐过的海贼，也就是和之国的前任九里大名光月玉田。和之国虽然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是震惊历史的那些大人物几乎都与和之国有关系，这可不是什么巧合。未来和之国的战况一定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